第7章灵魂的潜力，第530节。1970年5月20日星期三晚9点19分。在你看来，你只有一种形象，即你感知到的肉体，没有其他的。同时，看起来好像你的形象在一个时间只能在一处。你的确有其他你不知觉的形象，同时你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创造了不同的形象。虽然你也不能实质地知觉它们。你主要的身份感是关乎你的肉体的，因此举例而言，你极难想象你自己没有它，或在它之外，或在任何方面与它切断。形象是能量集中的结果，它的模式来自有鲜明指向的情感上或心灵上的概念影像。强度是最重要的。举例来说，如果你有极为鲜明的欲望想要在某一个地方，那么一个与你完全相同的假实质形象可能就在那儿出现，而你意识上并不知晓。那欲望会带着你的人格与影像的印记，虽然你一直不知觉这影像或它在另一地点的出现。虽然这心念影像通常不会被别人看到，在将来很可能科学仪器可以感知到它。目前那些已经会用内在感官的人可能会感知这样的影像。任何强烈的精神活动、思想或情感，不仅会以某种实质或假实质的方式被建构，而且还会带着最初孕生它的人格的印记。有许多这类初期的或潜在的形象。为了帮你想象我所说的，你可以把它们想为鬼影或幻影。好比说，虽然这只是为了比喻，刚刚在物质之下的形象，还没完全露出于你所知的物质实相之中，但却是够鲜明而且可以被建构的。如果你能看到它们，你会认为它们的确是相当真实的。实际上，每个人常常放出他自己的这种复制影像，虽然具体化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例如，有的形象比较清晰，有的比较模糊。不过，这些形象却不只是投影、平面的影像，它们对空气或大气有确切的影响，很难解释它们为自己制造空间的方式，虽然它们有时能与物体或形状共存，甚至重叠于其上。在这种情形，一定有一种相互作用，一种在肉体知觉之下的交换作用。例如，你可能突然非常希望你是站在一个你所喜爱的却遥远而熟悉的海滨，这强烈的欲望于是就会像是一个能量的核心，由你自己的心里向外投射出一个你的形象，然后你所想象的地方就会吸引这形象，而它立即就站在那里。这种事情发生的非常多。在通常状况之下，人看不见它。在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欲望还要更强烈些，能量的核心就更大了，而你自己意识之流的一部分会移转给那个形象。因此有一瞬间，在房内的你可能会突然闻到海边那咸咸的空气，或以其他的方式知觉到这假象所处的环境。此处知觉的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你的肉身是极强的情感焦点的结果。你心灵的奇妙能量不只是创造了你的肉身，而且还维护它。虽然对你来说，在肉身仍存在时，它看来像是够永久的了，不过它却并不是一个有持续性的东西。它依然是在不断的脉动状态，而因为能量的本质与肉体的构造，肉体事实上是一明一暗的闪烁着，也就是说，一瞬一瞬间的存续着。这很难解释，而为了我们眼前的目的，你们并不完全需要了解这脉动的理由。但即使就肉体来说，你也不是像表面上看来那样常在这儿的。你的情感强度与灌注创造了你肉体之外的形象，但这些形象的持久性与程度则有赖于任意情感的源头的强度。因此，你们的空间充满了初期的形象，相当鲜明如生，但是却是在你能感知的物质的一般结构之下。那么，这些投射事实上是经常在发出的，比你们现在的更成熟的科学仪器
不但会清晰地显示这些形体的存在，并且也会显出环绕的在那些你能感知到的物体的周围的每种不同强度的振动波。为了使你们更清楚这点，看着室内你眼前的任何一张桌子，它是实质的、坚固的，你很容易感知它。现在打个比喻，如果你能想象在那桌子的后面有另一张跟它一样的，但却没那么实质的桌子，在那个后面又有另一张，在另一张后面又有一张，一张比一张更难感知，更模糊，消退到看不见了。而在那张桌前有一张跟它一样的桌子，只是比真的桌子看来没那么实质，它同样的也有一串更不实质的桌子延伸出来，桌子的每一边都一样。其实每件以实质出现的东西也存在于你所不能感知的方式里，只当实物达到某一个程度，当它们似乎合并成物质时，你才会感知到它们，但它们在别的层面确实存在，而且有效。也有些比你们自己的实相较更为有效的实相，为了做类比而打的比方，比起来你实质的桌子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就会显得模糊了，它们就好像是那些我们刚才想象过的很模糊的桌子。这样说是因为在那种实相里的桌子可以说是一种超级的桌子，因此你们的实相并不是由最强烈集中的能量所形成的实相系统，它只不过是你们对准频率的一个实相，你们是其中重要部分的一个实相，你能感知它只为了这个理由。因此你自己其他为你的意识所不知觉的部分，确实是住在一个你可称之为实相的超级系统之中，在那儿意识学着应付与感知远为强烈的能量，并且学习建构真的是不同性质的形象。那么你的空间概念是极为扭曲的，既然对你来说空间只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地方，它很显然的是充满了各种的现象，却对你的感知机构完全不留痕迹。且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偶尔你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其他的实相调整频率，你间歇性的这样做，虽然许多的时候这经验失落了，因为它没有实质的被记住。再想想你送到海边去的这个形象，虽然它没有具备你自己的肉体感官，它自己却在某个范围内有感知力，你不知不觉的却是透过十分自然的法则把它投射出去的。这形象由强烈的情感欲望建立起来，这形象然后遵循它自己的实相的法则，它到某个范围是有意识的，只是比你们的程度要少些。再用一个比喻，你是被一个极度可预想以肉体形式存在的超我送出来的，你并非这超我的傀儡，你将遵循你自己的发展方向，而透过一些根本无法在此解释的方法，你增加了超我的经验，同时也就扩展了超我的实相的本质。你同时也保证了你自己的发展，而你也能汲取超我的才能。你也不会被在这情况下看起来好像如此卓越的超我所吞没，因为你存在，你送出你自己的相似投射。如我以前所说过的，意识的实相是无止境的，它具体化的方法也是无止境的，而每一本体的可能发展也是无止境的。让我再一次说清楚，你所知的你目前的人格的确是不可磨灭的，在死后仍然继续生长与发展。在我们现在的讨论的中途，我再提及此点，为的是要使你不会感到失落或被否定或者不重要。我们所谈的形象的形式与种类显然有无限的层次，那由我们的超我投射出的能量，那造成你肉身诞生的强烈本体的火花，那独特的推动力，在某些方面却与灵魂的老观念有许多相似处，只是除了那老观念，只包含了一部分的故事。当你作为一个个人继续的存在与发展时，你的全我或灵魂有如此广大的潜力，它永远不能由一个人格完全得到表达，如我在前面的一章中略微解释的。
由非常强烈的情感的灌注，你能创造出一个形象，而把它投射给另外一个人，他于是可能会知觉到它。这可以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做到的，而那是颇重要的。这讨论与所谓的灵体无关，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肉体是灵体的具体化。不过，灵体不会长时间的舍弃身体，它也不是像先前所用的那个海滨的比喻里头那个被投射出去的东西。你目前不只是灌注在你的肉体上，而且也灌注在一个事件的特定频率里，也就是你所谓的时间。其他的历史时代及转世的自己都以同样的有效的形式同时存在着。再说一次，你只是没有向那些频率对准而已。你可以知道过去所发生的，而有历史的存在，因为按照你接受的游戏规则，你相信过去，但是不是未来，可以是被感知的。如果游戏规则是不同的，你可以现在就有未来的历史。在实相的其他层面，游戏规则变了。对你们来说，死后你可以相当自由地感知，未来与过去看来一样的清晰，可是即使这也是极复杂的，因为过去不只有一个。你只接受某种类别的事件，而忽略了其他的。我们谈到过事件，因此也有可能的过去事件存在于你的理解之外。你选择这些事件中的特定的一组，然后把这组事件锁定，当作是唯一的可能，而没有领悟到你是由无限种过去事件中去选择的。那么显然就有可能的未来和可能的现在了。我在试着以你们的说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基本上你必须了解，如果是讲到真正的经验的话，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些字眼并不比自我、有意识或无意识这些字眼更有意义。